已经在部队生活了好几年，现在突然发生这种妄意，自不是凭空出来的。他们动手了。拼了大半生的蓝启仁想退休带孙子，本就无意从军的蓝曦臣知道叔父松了心，也便想抽身。他们二位想全身而退不会有任何阻碍，毕竟可以腾位置，但是对接替位子的新领导来说，蓝忘机的存在就会变得如鲠在喉。叔父和大哥早已跟忘机通过气，想到了这一层，也商议过对策，心里是有准备的。当时宽慰过叔父和大哥，叫他们安心，自己又不会任人欺辱。可是首先被欺辱的是自己两个儿子，蓝忘机心里免不了动了怒。躺在怀里的魏婴，怒的可不止这一桩。政敌不和，无可厚非。借孩子的嘴来诋毁对手，实属下三滥。这样的人也想取代蓝家忠君爱国的大将，那这世道的污成什么样子？原本不对的事情他无意插手，可是欺负人欺负到自家老公和孩子头上，他可不是手拿把攥的。第二天上学路上，魏婴交代两只小的，阿苑、景怡，如果有人欺辱你们，不必担心不许打架斗殴的家规，正当防卫是合理合法的，爸爸不罚你们。爸爸也相信你们能够判断对错。如果真有坏蛋需要制止，可以揍他，爸爸给你们撑腰。不过为了防止恶人先告状，你们需要留下当时的证据，免得被人诬陷。诺，带上电话手表，可以录音的哦。何止录音，魏婴给两小只带的可是蓝湛的新作，监听音质无比清晰。当晚就有家长带着鼻青脸肿的孩子找到家里兴师问罪来了。蓝湛还没回来，魏婴冷笑一声，热情接待。哟，嫂子，稀客呀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呀，孩子这是怎么了？摔跤啦？可得小心点啊。来人是某位师长夫人，仗着自家老公军衔高出蓝忘机一大截，简直鼻孔朝天。可不是摔的，这么大孩子了，弄成这样我都觉得给老李丢人。训了半天，非说是你家景怡和蓝苑给打的，我不相信。那么乖的俩孩子怎么会打人？就带他来问问。小魏你别见怪啊。怎么，两个小兔崽子学会打人了？嫂子你别生气，我收拾他们。蓝苑、蓝景怡，出来。两只小的看见自家爸爸无声的口型，揍他。蓝景怡得了令，步子急着就想冲上去揍人，小拳头自然是被魏婴轻轻拦下了，但那股气势把来问罪的孩子又吓得直后退。哟，还真是你给打的呀？当着我的面你都这么嚣张，在学校得有多跋扈啊？嫂子息怒，息怒啊！混账！为什么打人？蓝景怡刚要张嘴，蓝苑默默打开了录音回放。死变态，没爹没妈的野孩子，被两个同性恋收养了，真恶心。蓝家没有一个女的，你们家都是同性恋吧？你们家是不是祖祖辈辈都是后爹啊？因为祖祖辈辈都是同性恋。哈哈哈，李某某你闭嘴！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你爸？还是你妈？你管我呢？我爸我妈都说过，蓝家一家子都是变态，老的不娶媳妇，小的也不娶媳妇，都不正常。魏婴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，即便监听过一遍，现在再次听到，还是怒不可遏。来兴师问罪的李夫人，仿佛吃了苍蝇噎住了，欲言又止，发作不得，想骂自己家熊孩子不争气，骂个人都能把父母出卖了，还被对方录了音留了证据，又心虚害怕，不知道除了孩子的录音，蓝家还有什么证据捏在手里，悔不当初，竟忘了这位蓝长官最擅长监控，而魏婴最擅长取证，一时间脸色万分精彩。蓝苑关了录音，眼风凉凉地瞥着来客，不急不缓，阿姨，我弟弟打了你家李某某，我代他向您道歉，如果受伤了，医药费我用零用钱赔给你。但是您跟李伯伯教李某某辱骂我一家人，是你们不对，请你们向我爸爸道歉，也向我和景怡道歉。尬出一条街的李夫人结结巴巴不知道怎么措辞啊，那个，哎呀，别误会，这熊孩子胡说，我跟李伯伯可没这么说过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呀。阿姨你没说过的对吧？他不但骂我全家，还撒谎说是父母教的，他不该打吗？你回家要好好管教他，不然下次再骂我还打他。景怡你闭嘴，你们俩回屋写作业去。嫂子，你看孩子伤着没有？我陪你们去医院看看吧。
话说的不差，但语气里分明是咬牙切齿的含义，让人听出了可惜没打残，打残我赔钱，你尽管治的味道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们忙吧，我回家收拾他。小魏你别往心里去呀，孩子不懂事儿。魏婴微微点头，垂眸不语，静候来客自行离去。等人走了，就笑呵呵跑回屋里夸赞两只小朋友，还要细细指点一下录音取证如何最有效，比如刚才明确叫出对方姓名就很好，引导对方说出背后指使就更棒。晚上跟蓝湛说起来，止不住的夸赞两个孩子一点就透，实在聪慧机敏。阿燕心细如发，仅一见缝插针，叙述间全然不见了怒意，惹得蓝湛忍不住提起嘴角，亲了又亲，夸他这个爸爸做得好，古灵精怪又不好惹的性子分毫不差传给下一代了，不免又感叹，如果魏婴能亲生一个孩子就最好了，甚至跟他打起了商量，想要每晚多勤奋一些，说不定真能大力出奇迹。孩子要小升初的时候，蓝启仁终于是完全退下来了，哪儿也不去，每天陪孩子晨练，兴致来了还教两招，晚上辅导写作业，又化身了教书先生，倒是把望县二人腾出空来了。魏无羡的公司已经一切顺畅，跟妇联、青协、红十字以及各家公益都保持着很好的往来。一晃多年过去，他与公检法合作，救出的孩子都遍布全国了，让数不清的破碎家庭重新缝合，也告倒了形形色色的不法分子、黑公司甚至贪官污吏。政府给的嘉奖，他不再全部推辞，毕竟有那么一两个，可以给孩子更多底气和荣光。蓝湛，我想设立一个公益基金。好，说说看。魏婴把自己一张大额年金保单拿出来，设立了一个恒久的公益基金，用来帮助那些寻亲的家庭。孤儿院、希望小学都有人做了，做得很好，他不插手，就捡起来这一件空缺的差事做点工作。温情和温宁又被拜托来看顾新的项目，重新聚到了一个城市。周末给温家姐弟接风，魏无羡提出等孩子上中学，想请温宁做他们的私教，谁知竟触发了一场争斗。叔父吹着胡子表示自己老当益壮，非要跟温宁比划比划，还是蓝忘机捅了捅大哥，催着他赶紧生，说不定能生个小女孩。老人家一下子眼睛就亮了，放弃了争夺教练的工作，表示要做好准备带孙女儿。笑闹间，孟瑶提醒蓝忘机小心，近期怕是不平静，两人简略交换了信息，也无多话。次日，蓝忘机的部下哭着交代了一桩丑事：3个士官休假期间去海边游玩，不小心溺毙一个，另外2个吓破了胆，又怕被处分，编造说是有人落水他们施救所致。团长得知以后，邀功心切，要给死者追军功。2个人怕谎言识破，还找了群众演员做假证。如今真相破开，倒叫蓝旅长骑虎难下。蓝曦臣和孟瑶的任期只有半个月了，马上就退伍，暗潮汹涌都不是偶然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连日暴雨吞没了长江，洪灾严峻。救灾的任务在凌晨下达，蓝忘机率部驰援，连夜启程，一走3天毫无音讯。第4天收到部下汇报，蓝忘机深夜指挥部队筑起人墙防洪，江水滔滔，暗夜无星。他为了拉住一个被冲走的士兵，被裹进了洪水中。